因为叶晨不在金陵，所以连日以来，伊藤菜子都在全心研习武道。平时多数时候都干脆住在香榭丽的宿舍，偶尔才回来陪一陪父亲。昨日伊藤雄彦思念女儿，便让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日式会席，把伊藤菜子叫了回来，父女二人一起吃了顿饭。会席一般丰盛且繁琐，一顿饭吃下来2-3个小时稀松平常，所以伊藤菜子昨晚便没有赶回香榭丽，而是在家中住了一晚。为了不耽误早晨的练功，他天刚亮就赶紧起床，简单洗漱之后，便准备驱车前往香榭丽。乘坐电梯去地库，途径9层的时候，电梯缓缓停下，轿厢门打开，一个年龄与伊藤菜子年纪相仿的年轻女性迈步走进电梯。伊藤菜子并未在意，那女子一边进电梯，一边打着电话，口中神秘兮兮地说道：“哎呀，我也不想起这么早，只是听一位栖霞寺内部的居士说，大名鼎鼎的景清法师受邀要来栖霞寺讲法了，再过1-2个小时就到，据说会抽出一点时间帮信众开光加持。景清法师开光加持过的护身符效果很好，我打算去给我老公求一个，他每年世界各地到处飞，到处跑，求个护身符保佑保佑他。”电话那头另一个女人好奇地问道：“每座寺庙都能求到护身符，那个什么景清法师加持的有什么出奇的地方？”那女人道：“景清法师的名气可是大得很，常年受邀在世界各地宣讲佛法，每次讲法都会免费为一部分信众开光加持法宝。前段时间他在普陀山讲法，普陀山的门票连续1周售罄，被他加持过的法宝在信众圈子里转手的售价都是6位数起。”说着，那女人又道：“欣欣去年在五台山帮她老公求了一枚景清法师开光加持过的护身符，去年在高速遇到连环车祸，被超载的大货车追尾，3辆车8个人就活了他一个人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就护身符碎了。你说这东西是不是挺灵验？”那女人惊奇道：“我只知道她老公去年遇上了车祸，还不知道有这事儿。”此时电梯已经到了地下车库，电梯门打开之后，那女人边往外走边开口道：“法师这次来金陵的事情暂时还没对外公开，估计要今天晚上才会对外公布。一旦消息公布，周围几百公里的虔诚信众估计都想见法师一面，到时候就很难排得上了。所以我打算早点过去等着，你要是有兴趣，咱俩就一起过去。”伊藤菜子跟在女人后面走出电梯，近日来研习武道，听觉上也有了敏锐提升，所以还能听到电话里那女人有些激动地说：“那我现在就准备，咱们哪里见？”女人道：“你现在就出门到小区门口，我去那接上你。”伊藤菜子听到这里，不禁有些暗暗心动。她受母亲生前影响，一直笃信佛教，也算是虔诚的佛教信徒。在京都时，也时常前往金阁寺拜佛供奉。上次为了叶晨，还专门去金阁寺给他求过一枚玉手。现在忽然听闻华夏知名的高僧要来栖霞寺讲法，而且还能加持开光护身符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为叶晨也求上一枚。虽说叶晨的实力已经是菜子所见之最强，但在他看来，宗教本身那种神学或者玄学层面的庇佑，是超脱于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种软实力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这就好像士兵虽然有了强大的武器装备，但是在上战场之前，还是会在内心深处祈求神明庇佑一样。于是伊藤菜子快走2步，追上前面那个女人，一脸抱歉地说道：“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不是有心偷听您打电话，只是听到您说起护身符的事情，所以想冒昧的请问一下，怎么才能请那位景清法师开光加持一枚护身符？”那女人微微一怔，随即笑着说道：“这个简单，你直接去栖霞寺的法武流通处，就说是受邀来拜访景清法师的，那里的师傅会带你去香堂等候。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不多，早点去应该有机会。”伊藤菜子连忙感谢道：“实在太谢谢您了。”“不客气。”那女人笑着说道：“你也住在这儿，咱们应该是邻居吧？”“对，
伊藤菜菜子点头道：“我家在21层。”女人笑道：“我住9层，是前几天才买了搬过来的。我老公常年在外地忙生意，这里基本就我一个人住。以后你有时间可以来找我玩。”说罢，对方也不等伊藤菜菜子回复，便道：“先不聊了，我得赶紧去接朋友。他家离紫金山是反方向，路上要耽误不少时间，你抓紧时间先去吧，越早越好。”伊藤菜菜子连忙道谢，目送对方上了车开走，之后自己才坐进车里，发动汽车前往栖霞寺。2辆车一前一后出了汤臣一品的地库，随后1辆向左，1辆向右，很快便将距离拉开。行驶了几分钟后，前车的女人拿起电话拨打出去，待电话接通之后，开口道：“孙姐，伊藤菜菜子应该已经启程去栖霞寺了。”另一边，孙姐接到电话之后，开口说道：“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她没怀疑你吧？”女人回答道：“应该不会，况且就算怀疑也经得起推敲。我都已经住进来好几天了，不怕她查。”孙姐微微笑道：“行了，你去接上小刘，然后正常赶过来吧。不过如果顺利的话，你们到的时候，伊藤菜菜子应该已经走了。不过做戏做全套，你先来了再说。”“好的，孙姐。”挂了电话，孙姐立刻来到安承熙的身边，恭敬道：“夫人，伊藤小姐应该在来的路上了。刚到金陵，您就让人在伊藤家楼下买房，果然很有远见。”安承熙微微笑道：“远见倒也谈不上，只是实在喜欢这个姑娘，所以才有心多走一步棋。”孙姐试探性地问：“夫人，伊藤小姐和顾小姐，您更喜欢哪一个？”安承熙摇头笑着说道：“孙姐，你这是为难我了。囡囡是我给晨儿定的娃娃亲，自小在我眼里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，她在我眼里的光环是其他任何女孩子都没有的。而且这么多年来，所有人都以为晨儿早就死了，但囡囡和整个顾家都仍旧坚守婚约，这已经不是患难见真情所能形容得了。再加上这些年来她愈发优秀，我自然是喜欢她喜欢的不得了。”说罢，安承熙忍不住叹了口气，悠悠道：“可是话说回来，这么多年我作为旁观者，看着晨儿吃苦，看着晨儿受难，又看着晨儿一步步走上巅峰，时至今日，你让我客观的评判谁更适合与晨儿携手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，不是萧初然，也不是顾秋怡，而是伊藤菜菜子。”